基地的直径大约是5到20英亩，而且通过这些基地完全可以去到全球的各地。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海底51区。我们都知道，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化石。1964年，在西藏的聂拉木县，我国登山团队就在海拔4300米的地方发现了鱼龙化石，而鱼龙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生物之一。沧海桑田，这表明在1.8亿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海。而现在的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也许在数十亿年前曾经是一片繁荣的陆地，也有先进的文明生活在那里。那些海底区域都位于地球的能量线上，蕴藏着惊人的能量。最著名的就是百慕大三角以及它的海底金字塔。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海底也有神秘的古建筑，比如台湾宜兰向东100公里有一座日本的与那国岛。1986年，一名叫做新松喜八郎的潜水员在这附近的海底意外地发现了类似金字塔的古建筑。在印度的坎贝湾还发现了奎师那德瓦卡古城市的建筑。显然，远古时期全球各地都有先进的文明，这似乎也是大一统理论所讲的，人类每200年科技会更迭，每2000年统治信仰会更迭，而每20万年生物文明会更迭，一切都在轮回之中。在探索远古文明的神奇同时，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正在进行的现代版的海底文明51区的建设，那就是美国的特殊秘密海底基地计划。这是通往星际和其他宇宙文明的通道。根据美国特别秘密基地人员 Phil Schneider 的回忆和采访记录，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比实际的想象更为复杂。脑洞有点大，油炸花生米，闲言少叙，点击订阅，神秘报告起航。根据 Phil 的叙述，早在80年代，政府、军队、科学基金会和大公司已经秘密组织聚集起来，在这些高能量区附近建造了水下基地。他们有几种不同的建造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建造太空站的模块化方法。先将高压舱室送到海底，然后用机器人和工具将它们固定连接起来，集成巨大的基地设施。它们被建造在海底悬崖边或者是海床上，但并没有真正的与海床相连接，只是用特殊的金属连接起来，就像是把船停泊在码头上一样，会留一条松弛的绳索那样。当潮汐来的时候，这些透明的金属有泡泡状的外壳，非常有弹性，所以它能很好的适应海水的起伏。而这正是通过对外星的设备材料开发或者是逆向工程得来。他们可以用先进的秘密技术收集研究当地的特殊物质，在遍布全球的古代圣地附近都有他们的水下基地。除了模块化的基地，他们也修建了非模块化的真正的基地。他们先从美国本土钻到地下，进入海洋的一部分，再用特殊的设备来创造极其强大的电磁场。从地表以下1万英尺处的海底地面升起了一种特殊的泡沫，它就像一个球体，所有的水都被挤了出去。创造好这种气囊之后，就可以制造一种金属外壳，它大约有6英寸的厚度，而且还是透明的，可以看透它。最后他们就开始在气囊内部建造基地，基地的直径大约是5到20英亩，而且通过这些基地完全可以去到全球的各地。在圣地亚哥的海岸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基地，它能够通过巨型的潜艇直达内华达州。
这些海底基地与地下实验室非常的相似，它们最初是一个小基地，然后不断的扩展，越建越深入，越建越大。新建的水下基地非常的现代化，人们在这里可以待1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也有人可以无限期的住下来，他们有自己的供水系统，有各种食物。但是这里没有家庭和孩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他们把它视为一个高度机密的研究设施。在这里可以收集外星人的视频、录像到日志，还有远程控制区域，监控设备不断的运转，所以这也是一个持续的非常昂贵的项目。Oh my god， 嗷嗷狠！要接触基地的唯一的方法是从美国出发，比如在新墨西哥州的地下基地，利用管道磁悬浮列车进入或者离开海底基地，从地下基地先到达海底的岩石那里，接着是深海处。那些管道系统并不是在水中漂浮，而是在海床的地底下。回来也是通过管道列车从新墨西哥州到达墨西哥湾，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到大西洋的时间也不长。他们可以以极高的速度运行，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系统。而且他们还有潜水反重力飞船，也是通过逆向工程获得的。这些飞船可以在大气中，也可以在水中行驶。在内华达的沙漠当中有一个潜艇基地，它被称为内华达州霍桑市基地，这里有着巨大的海底洞穴系统，可以轻松地将潜艇从海岸的一边驾驶到另一边。在大洋的深处，除了人去楼空的远古建筑遗址，他们还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穿越门户。通过先进的卫星及探测技术，他们先是发现了这里有不寻常的能量特征，于是他们派了几架侦察无人机，结果拍摄到了进出门户的外星飞船。这些飞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他们并没有侦察到门户的具体位置，但可以确定它就在另一个古老的建筑附近，因此他们花费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美元，在古建筑附近建设了海底基地。基地中没有外星人，他们与外星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的沟通，主要任务在于监控这个门户的进出。军方就像是野生动物摄影师一样，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和干扰，只是看着这些飞船进出这个门户要去哪里，并在整个的海洋中进行跟踪这些飞船。大家知道的，在2019年10月和2020年的4月左右，美国海军和美国国防部承认了3段 UFO 的视频，就是秘密计划泄露出来的一部分，因为无法再进行掩饰，只能选择公布于众。Oh my god， 嗷嗷狠，马力加大，脑洞全开。同时基地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分析这个门户，通过24小时的监视，他们不断的读取电磁场的波动，试图复制这个门户，并且让团队向门户发送无人机和其他的东西，但收效甚微，他们只会偶尔的开放，时机非常重要。当然，基地也研究了附近其他的庞大的古建筑群，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些文物以及一些特殊物质材料。除了路过的外星人，他们还发现了一种生活在古建筑群的文明。这个种族很少现身，看起来像人，而且皮肤是一种蓝白色，通身像鱼又像人，手和脚都有鳍，手指之间也有蹼。他们的眼睛非常的大，头更圆，能在水中看见东西，也有鳃，只在水下呼吸，而且根本不喜欢光。最奇特的是，它们的头骨和鸟骨有些类似，中间有空隙，而且是一种海绵状的骨头，就像软骨一样，能够扩大和缩小。海底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神秘种族，它们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地壳洞穴当中，能够承受水压，在地球的时间可能要比人类久远得多。而且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海底基地，但没有做任何的伤害或者威胁军方的事情。通过水底无人机拍摄了大量的关于他们的研究视频，这也就是早些年根据这些泄露出来的信息和视频拍摄了大西洋底来的人。Oh my god， 嗷嗷狠！
而这一切海洋基地都极其的昂贵，实际上是在地球上建造了新的文明。即使是在大众眼中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从海洋到陆地都有他们的基地。早在1996年，内部人士 Phil Schneider 就站出来揭露美国本土活跃的秘密基地就超过了100个，而全世界接近1500个。之前建造一个需要1到2年的时间，但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够1年建造好几个了，而且有的基地还拥有好几个子基地。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美国军事上在各个的陆地都有其军事基地，军方称之为睡莲计划，比喻每一个基地就像一个莲叶一样，而军事力量在各个基地之间可以像青蛙一样从一个莲叶跳到另一个莲叶。而这仅仅就是地表现象，在每一个莲叶的海底深处都往往有海底51区一样的中枢，或者是外星科技研究机构。 Oh my god， 嗷嗷狠！每个基地的平均成本高达170到190亿美元，黑色预算每2年就高达1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向国会议员表示，有 2.3万亿美元去向无法追踪。而2008年刚刚发生了金融危机，2009年美联储却提供了9万亿美元不明去向的信贷额度，相当于美国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提供了3万美元。审查长也只能够解释到，他们正在提供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信贷建设项目。到此为止，所有的这些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可想而知，2008年刚刚被金融危机洗劫的中产阶级，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钱被迫不及待的用于探索更高的文明，而每个人可能都在这场被贫穷掩饰的游戏中浮荡。那么问题是，你对美国海底51区计划怎么想的呢？请留言讨论。好的，今天就飘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信不信全由你把控，爱不爱全由你操纵。Joy and peace。